在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白圆拐锁之后，不是就有一个双锤动作吗？有什么？双锤这个阴阳仪的其中一个。对呀，对呀，这个对呀，这个是我从这边算西边，对黑虎导音打完，对黑虎导音在这边，那我踏的是这只眼睛，对，那我下一个动作不应该踏那只眼睛？没有啊，另外一只眼睛是阴乙呀，那我另外一边应该是阴乙呀，这边是阳乙呀。对，那你们再往下练就练到阴乙了。所以刚刚讲的那个双锤还是在这只眼睛。对，所以才分出来阴乙跟阳乙嘛。他那个试的动作还是阳乙。对，这种双锤、旋锤、反身锤，这个东西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属于阳乙，阴乙就没有动了，阴乙只有一个式子，没有动了，这样不懂？啊，还有要跟你们讲的哈，我上次讲让你们回去看那个我分享的陈家太极拳那个啊，谁有看？你有看？还有谁有看？你们都很忙啊看不懂。你起码要看嘛，起码要看我在讲的时候你们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。你们等一下。你们不看，我就不知道要怎么讲了。就你们头脑里面没有那个东西，我讲了也白讲。所以就是说，老师如果没有教我们怎么看的话，我们就看没有啊。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以前老学生我起码讲过很多遍。中国人从现在最早的从甲骨文开始吧，中国人看的都是一个象，都是一个象。什么叫做象？外显出来。对，象就是一个东西外显出来的，它的整体的感觉。所以象是很抽象的，很抽象的。它是另外一个脑，或者说如果现在已经有人讲是不对的了，就是左右脑不一样嘛，那现在有人讲其实是他们是共同在工作的，但是我们去看一个无形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用的头脑跟去看一个细节的有形的东西，我们用的分析的方式去看一个东西，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头脑。晓得吗？中国的文化都是在看象为主，然后才看细节，因为象里面才是什么？才是技术。你们现在问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什么？都是属于技术。我要你们去看那个很珍贵是什么？因为有不同的老人家练，然后有年轻一代的练。我要你们去看他们的差别在哪里。有的老先生年纪大了，踢一个腿踢不起来，只能踢到这边，可是他的整个象没有破，整个象都在，他的细节没有做得很好，可是他的象是在的，晓得吗？什么叫做象呢？就是比方讲，你们去旅游嘛，尤其到大陆很多地方旅游嘛，看山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边那个山峰那边那像一个观音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你看那像一个大象的头鼻子，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说法？你到黄山去，像不像一个笔啊？一个老人在那边喝茶，这个就是象，这个就是象。那个风如果少了一块石头，少了一个什么，可是没有破坏这个象，这个东西就还成立，还存在。我们中国人是看这些东西的。以前的画家到黄山去三个月，回来他就啪就画了。他头脑里是什么？难道他是电脑吗？他去把每一寸的东西都记到头脑里去，
每一个石头在哪边，角度在哪边，每一棵树在哪边，他难道是去记这个东西记三个月吗？不是嘛？他去把那个像放到他的头脑里去。他们看的是像，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的，以前就是这个样子，一直传下来都是这样。所以他们以前在教学一个东西或者在创立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以像为主。所以我们在学传统的东西的时候，要懂得看像。你如果一直去照顾细节，没有用的，因为你细节组合起来也不是像。所以那很多年轻人练，他练的比老先生漂亮啊，又发劲，又这边那样子，那边那样子，细节很多，可是没有那个像。老先生练得很朴实，很慢，有些动作没有跳也跳不起来，脚也抬不起来，可他那个像在。形成动作，形成一个像不容易，那就经过长久的练习。你把一个东西练，就长久练习，它在你的头脑里面形成了一个体悟了，一个东西了以后，它练出来的东西才有像。你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，没有用，也没像，晓得吗？它是不一样的东西的。这就绘画也是写实的跟抽象的，它不是一个东西。我们看抽象的东西看不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像是在绘画者的头脑里的。你画写实的东西，素描写实的东西，它的那个像跟我们大部分人头脑里的像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能看得懂，晓得吗？可当他写他自己头脑里的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看不懂，因为我们没有他头脑里的那个像。这个东西叫做像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说大自然，你们看，我刚才讲树嘛，很多树嘛，很多这种大自然的东西，你要去看，你没事到公园到哪边去看，你去看的时候呢，不看细节，你就看它的像。你说你就看这个东西，我感觉它像什么，没有对跟错，你就去感觉它像什么。否则风水里面为什么会有说这是一个山是一个龙脉，那个水是一个龙脉，那又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像啊，他们看的就是像嘛，晓得吗？那你说像是真的是假的？一个东西只要形成像了以后，这个东西就是真的，否则它形不成像。听不懂？所以，就算是大自然里面形成像的东西也不多。而武术里面设计出来，传统武术设计出来的这每一个姿态都是一个像，尤其是八卦的八母掌的那8个是8个像，8个基本像，4象是四个更基本的像。它这个像是对应什么？是对应到八卦里面，八卦里面的4象是什么东西？是阴阴阳阳阴阴阴阴阳阳阳阳阳阴这4个力量的流转的东西。流转是不是就在变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一个东西流转，它是不是就在变化？它变化到这边的中间成不了像哦。阴阴到阴阳中间可能成不了像哦，因为它在乱的阶段嘛。当它变到阴阳的时候，成为一个像了。成为这个像了以后，它形成这个像了，它没有停，它继续变，变到阳了，又成一个像了。
成为一个阳的象了。听不懂？就是说，如果说，比如说，假如我不懂八卦拳哈，比如说八卦拳里面，我的任何一个定式就是一个象。对，我们不要讲八卦拳了，我们就讲太阳好了吧？太阳刚升起来，朝阳的时候，它是不是一个象？是不是有很多诗人形容那个象，形容一个朝阳的象？然后慢慢起来，到了正中午了，它是不是另外一个象，很明显的象了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有很多人形容那个正中午的太阳是什么？然后到夕阳，夕阳形容是不是跟朝阳就不一样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夕阳给人的感觉跟朝阳是不是就不一样？为什么？因为给你它的象是不一样的。你说也不过是那个太阳起来，这边太阳下去嘛，在物理上面，天体的转动嘛，应该是一样啊。可是为什么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呢？因为象不一样，从阴到阳跟阳到阴，它形成的象是不同的象。这个就是象。老师，为什么我们要管这个东西有没有形成一个象？因为形成象了以后，我刚才讲嘛，一个东西在变化中的时候，在变化中它是混乱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当它变化，当它形成一个象的时候，可能是偶然，可能是什么机缘的关系，偶然 accident 啊。可是当它变成一个象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它的各种的因素结合起来，形成了一个对我们有意义的东西，晓得吗？但是怎么讲？这个东西对一个人有意义，但是对另外一个人也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。所以你能够得到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是你能够看懂那个象。所以老师现在都说那些，比如说太阳、力量的那些象，也是从八卦拳的角度来看。不是啊，它比八卦拳早啊。它比八卦拳早啊，很早了。人看夕阳跟看朝阳就是不一样嘛。但老师所说的那个象，其实都是跟人有关。本来就是嘛。因为如果没有人，他也没有。废话嘛。所有的定义，所有的这些东西，都是因为人在。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一定耶，可是也不一定哎。大自然的动物，它们对待月亮跟对待太阳也不一样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这样讲好了吧？你从正方形，如果说啊，从一条线好了，一条线演变变成一个三角形，是不是成为一个象了？对。可是从一条线变成三角形之前，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形态？对，它会有很多形态嘛。可是那些形态它不成象，或者说它不成为对我们有用的象、有意义的象，听不懂？三角形再变成四方形，它又是一个象嘛。三角形到四方形之间，它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变化？可是那些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。然后四方形再变成圆形，一样的道理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取这些象，是对我们有意义的，我们可以使用它。它们也是象啊，三角形、圆形、四边形，它们全都是象。所以就是重点是使用。废话嘛，我们讲的东西都是我刚才讲过了嘛，都是对人有用嘛。都是以人的存在，以人的对人有帮助为定义的嘛，这是通理。所以不要跟我讲那些新世纪的或者什么那个超脱的，说什么没有对跟错，没有对跟错，它是害虫是因为对我们有害，废话嘛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讲的所有的我们在地球上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，
是非标准好跟坏，有意义没有意义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针对人嘛。对，晓得吗？你再厉害，你不能超脱人的身份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讲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以人的身份在讲的，死了以后是另外一回事情。